时空旅人第4章，安乐死与自杀，在虚无之地与高我对话。那晚的梦与以往不同，没有光，也没有那座熟悉的水晶城市。我行走在一片陌生的空间里，脚下是干涸皲裂的土地，空气静止，连呼吸都失去了重量。天空无色，时间失语，整个世界仿佛被抽空了情感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四周空无一人，没有风，没有声音，只有我。我知道自己有牵挂，有家人，但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。我问自己，我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那一刻，我的存在仿佛碎裂成无数片段，漂浮在这片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虚空中。这里不像是地狱，没有惩罚，也没有痛苦。正因为如此，这片虚无更令人迷惘。没有感觉的地方，才是灵魂最深的孤寂。我继续走着，眼前只有无尽的沙尘与空白，直到我抬起头，看见上方横跨虚空的一座桥，古老极静，如遗忘中的渡口。桥下无水，只有干裂的荒土，像一颗荒芜的心。我不知道这座桥通往哪里，只是不断走着。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，我仿佛困在一场没有出口的梦中，醒不来，也逃不掉。这里是虚无之地吗？我的声音被寂静吞噬。就在那一刻，熟悉的光从空无中缓缓浮现。它来了，我的高我。没有形体，却透过我的心知与我同在。我问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？高我说，这是过渡之境。你暂时断开了与源头的连结，这里是灵魂在剧烈震荡后，尚未回到中心时所停住的频率状态。你称它为虚无，是因为你正处于自我与记忆的边缘。我低声问，我死了吗？他说，这是梦境中对死亡的一种模拟，不是你的终点，而是灵魂记忆中的片段。这个空间能帮助你远离外界干扰，进行深层整合。我问，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高我回答，因为你曾想过放弃，曾在某些夜里站在崩溃的边缘，渴望结束一切。灵魂记得，这场梦是提醒，也是对话。你不需要走到绝望的尽头才与我相见。我沉默良久，终于问出那个藏在心底的疑问，自杀之后，灵魂会被困在某种重复的情境中吗？他说，是的。某些灵魂在离世后，会进入由情绪与创伤记忆所形成的灵魂泡泡，那不是惩罚，也不是审判，而是一个由意识创造的回圈。有些灵魂无法觉察自己已经死亡，仍困于离世前的情绪场里，画面浮现，一个女孩不停重演她坠落的瞬间，像无止境的梦魇。我感到悲伤，那她会永远困在里面吗？她说，没有什么是永远。灵魂不会被一个选择定义，但若意识仍卡在未完成的执念与情绪中，就会反复重演那段场景。那情境泡泡往往不是死后才出现，而是生前就已悄悄筑起。当一个人长期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，觉得没有人真正爱他，看不到任何出口时，他的意识就开始关闭，与外界断联，陷入深层的孤立与绝望。他以为死亡能终结痛苦，却不知道这种选择只是将未完成的学习推延至来生，而这一生未解的心结，也会在死后形成重复播放的梦魇，从自我封闭到走向终结。那最后的剧码会在灵魂泡泡里一再上演，直到某个瞬间，
他终于醒悟，原来他可以选择不同的结局，不必走向自我毁灭。就在那一刻，泡泡才会破裂，光才能进来，疗愈才能开始。他又说，当爱靠近，无论来自高灵、指导灵，或再是亲友的祝福、祈祷、梦境或回忆，都能成为一道光，照进泡泡，唤醒灵魂。我低语，我明白了，这不是一场关于死亡的问题，而是灵魂的学习。他点头。我又问，那选择安乐死的灵魂也会困在这里吗？他答，不是所有人都会。这不取决于死亡的形式，而在于离开时的意识状态。画面转柔，我看见一些选择安乐死的灵魂，有的被光带走，有的安静地沉睡在薄雾中，像等待苏醒的梦者。我问，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安乐死，却陷入虚无怎么办？会醒不来吗？他回答，每个灵魂都有醒来的时刻。安乐死终结的是肉体的痛苦，并非灵魂的困惑。若还有未完成的学习，灵魂将在下一次生命中再次遇见它。死亡不是终结，而是转场。安乐死与自杀的差别，不在于外在形式，而在于内在是否清明觉知。画面转换，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，与家人温柔道别。他的内心轻声说，谢谢我的身体与这一生，我将圆满地离开，愿留下的人也走向光明。一束柔光从他胸口升起，向灵魂回家的微光启程。我问，那么这样的选择会中断灵魂契约吗？高我轻声回应，若灵魂已完成所学，提前离开不是逃避，而是圆满的回归。宇宙从不以寿命长短衡量价值，而是看你是否真诚地活过。我再问，所以安乐死不算是自杀？他回答，灵魂不评判形式，只看见意图。不是死亡的方式定义了它是什么，而是离开时的意识状态。那些静静选择安乐死的灵魂，往往比许多毁灭是离世的灵魂更觉知，因为他们不是怨怼的逃离世界，而是温柔地向生命道别。我仍有疑惑，如果有一天我老了，生病了，不想拖累别人，可以选择有尊严的离开吗？高我说，是的，你永远拥有选择的自由。但请记得，在做出决定前，先问自己，你是真正走到了尽头，还是暂时迷失了方向？生命会给你痛，也会给你奇迹。别用一个绝对的决定，终结一段尚未完成的醒悟。若是基于恐惧、逃避、内疚，如我太痛了，不想麻烦任何人，灵魂离开后可能会迷失于虚无之地，直到醒悟。但若你的选择来自极度清明与爱，死亡将不再是沉沦，而是温柔的归途。我沉默。那座桥依旧横亘眼前，如命运无声的河流。我问，那我现在要怎么离开这片虚无？他说，想起你是谁。当你开始记得，开始选择，开始相信，虚无便如梦般消散。当你能穿越自己的黑暗，你就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双眼。我记得了，我不是迷失的灵魂，我是穿越时空的旅人，我是领。当我睁开眼，一道柔光划破天际。那座桥不再只是虚无的象征，而是通往下一段旅程的渡口。醒来时，我明白，这不只是梦，是灵魂给我的一次提醒。关于选择，关于自由，也关于，即使在黑暗中，我依然能选择朝光而行。从灵魂的角度来看，人生不是考试，
不是活得够久就加分，提前离开就扣分的系统。灵魂在乎的是你是否活得清醒，是否爱自己，是否真诚地做出选择。真正困住灵魂的不是死亡的方式，而是离开时那份混乱的情绪、恐惧与未尽的爱。灵魂会希望你基于自由与爱来做选择，而非恐惧与逃避。当你不再因内疚说我怕成为负担，而是能从心说我选择有觉知地走向终点，那一刻灵魂便无憾地完成了此生的学习，走向真正的规范。我以尊重与爱看待安乐死。有些人选择战斗到最后，有些人选择温柔地放手。真理从不建立在恐惧上，灵魂的归途也从不会因一个选择而被流放。高我不会问你为何离开，而是会轻声问你是否完整地经历了这一生。最后送给那个害怕老去的你，老去不是凋零，而是慢慢发光，就像夕阳。或许有一天我们无法再奔跑，但仍能坐在阳光下静静回望，对自己说，我真的活过，而且爱过。